法国总统马克龙要访华了。有意思的是呢，他还要拉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我们中国主动出手的外交战略开始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那么，美国遏制中国的大体战略在欧洲方向上可能又要吃瘪了。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马克龙要访华的消息传了很久了，现在呢挺有意思的没想到他说一定要拉上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这一趟马克龙他要来访华，主要要干什么呢？我们不妨看几个看点总体上来说吧，他应该是3大目的：合作、求助、施压。这第一，马克龙要来呢，肯定是要谈合作的问题。这个合作涉及到政治上的合作涉及到经济上的合作涉及到法中的合作，也涉及到欧洲和欧盟和中国的合作。因为毕竟法国是欧洲的大国，也是欧盟的主要成员国，他谈合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涉及到欧盟如何和中国合作的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就是求助了。目前来看，这个求助主要是集中在俄乌问题上。那么我们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在中东进行了斡旋之后呢，促成了中东有可能和解的这个大框架，这个大盘子。这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策略通过这种和平外交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框架。那么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外交战略主动转变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标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马克龙这边希望能够借助到中国的力量，能够去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你像俄乌冲突，其他国家不是没有试过包括法国嘛。法国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不久，马克龙不就跑到莫斯科去见过普京嘛？还有包括德国你像以色列还有土耳其都从中进行过斡旋。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就包括法国在内，它的体量都不够。而且法国呢是和西方一起，不也是援助乌克兰？在俄罗斯这边可以认为法国它都是间接的去参战了。当然法国这么做呢，作为这个俄罗斯这边呢，如果法国来进行调停的话，他也是能接受。但是他需要能够拉上中国的话，那这一点那他的力量就加大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法国是会有求于中国的。第三一个我们就要看到，其实他这次来还要施压。那么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博弈，政治上获得更多的筹码，而施压点呢，也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上。那当然从哪几点上来讲，肯定还是西方常说的那一套的东西。通过这个政治上的施压呢，也凸显了法国的地位，也凸显了这个法国和西方战队的一致性。3大目的，这肯定是马克龙访华他要达到的这3个目的。咱们话又说回来了，说你来就来吧你本来就是一个法国总统的对华的这个访问，那你拉上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干什么呢？这件事要说起来，可以说是各自有各自的算盘在那儿打呢。但呢，同时呢，又要展示法国和欧盟和欧洲的这个团结一致的这么一种形态。所以这里面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欧盟了。欧盟里边呢有5大机构，其中比较重要的，你像它有一个欧洲理事会，还有一个欧盟理事会，往下就是这个欧盟委员会，再往下就是这个欧盟议会了。这个理事会它才是决策机构，这个委员会呢是一个执行结构但是这个法国和冯德莱恩之间关系呢并不是很融洽的，因为法国它更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他要强调他在欧洲的领头羊的这个地位但是这个冯德莱恩不同，冯德莱恩呢他是极度亲美的，所以有人就开玩笑了嘛，说这个冯德莱恩做欧盟委员会的主席，那就基本上把欧盟变成了美国的驻欧盟办事处了。在这个问题上呢，法国虽然和现在这个冯德莱恩之间有一定的隔阂，但是呢它整体上来说，它还是要保住欧盟这个大框架嘛，这样呢才能凸显出法国的这个实力，这样形成的这么一种事态。同时我不是说了吗，前面它还有一个施压的这么一个目的，同时也能为这个施压增加更多的筹码。而这个中国这边能够搞好关系呢，能够来访华呢，也是马克龙对美国对欧盟的一个筹码。所以你看这里边的算计其实挺复杂的。但不管是怎么算计，不管是访问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是大家能坐下来管控分歧，能够把这个合作往前推进的话，这都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是好事，对法国是好事，对欧洲现在的局势它也是好事。